星微亮，我睁开双眼，长夜漫漫总有散，来到故事终点。如果有人问，此生不悔，碰触着你的地方，刻下纠缠印痕。说再见不是离别，何必追赶这句点？思念在一瞬间，情到地平线。荒野在歌唱，大地在淹没，我离穿透海，尘埃中花开，有复往的天，誓言追光阴，灵魂在寻找时间缝隙和你的方向。我们走吧。哼，什么破玩意儿？但别喝这个。杀了他！夺回护心灵。你莫不是对他心软了？怎么有一个声音在我脑海里？那天你那么急着跑回去，到底换回了什么？你还记得吗？我记得。哦，自从这个黑花长出来之后，神智总是有点恍惚。果然，宴会时还有些异常。莫不会是黑气之主？让我进你识海看看。想不到，这彼岸花竟然生长得如此迅速，才不足1个月，就有将我识海覆盖之势。果然是他，黑气之主想要用彼岸花的花根来操纵你。等到时候彼岸花遍布你的识海，你便会沦为他的提线木偶。原来他跟我说的3个月时间是这个意思。什么3个月？他让我3个月之内帮他夺得护心灵。啊，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你怎么现在才讲？我又不打算按他的做。再说了，那龙现在厉害得很，我何德何能与他一争？你听好了，那条龙现在对你满怀愧疚，你都不用动手。知道护心灵在哪儿？它就在你的嘴上，你只要问他，他就会给你了。我不想要。燕回，我求求你别赌气好吗？现在有什么事情比你的性命还重要啊？我不是赌气，我不想要他的东西，而且也不想再跟他有任何的瓜葛。护心灵本就是他的东西，他迟早会拿回去的。再说了，现在有青丘秘宝可以帮助我们解除黑气之主的控制，我们去寻便是，不需要他人的帮助。好，我会帮你的。别跑！超火力！等等我，你别跑！你还笑？你这还追我？这什么鬼东西啊！烫得我这么烫！一个烂木头，我给它扔掉！这好像是我阿娘的东西。你阿娘？我阿娘名唤雪里，乃是青丘国主夫人，尊贵至极。青丘举国只有她的东西能篆刻领字。领字？
你阿娘的东西怎么会出现在这么偏僻的地方？恐怕要回去问问我爹才能知道。还是下不了手是吧？那我帮帮你。你阿娘的罗盘是干什么用的？既然是罗盘，那当然是指明方向的了。那很普通嘛，还是我的幻妖戒指更厉害。你看，我的罗盘厉害，我的戒指更厉害。我罗盘厉害，我的戒指，罗盘厉害，我的戒指厉害，罗盘，戒指厉害。都跟你说罗盘，他生气了。一个罗盘有什么好生气的呀？你这罗盘，你这罗盘。怎么回事啊？嘘，别说话，不要动。刚刚那是白小生。吸进去了。这是哪儿？不对劲啊！怎么会把他们吸进去呢？这不可能啊！哎呀，你在说什么？你赶紧想想办法救他们！你阿娘的东西，你打不开。 谁在那儿？这里太诡异了，不可久留。这是……天辉。 我和颜回，刚才好像是被一个法器吸进来的。这里应该是法器里的空间。这是何物？
像在对我施法。他是谁？为什么这个女子看起来这么悲伤？我心中为何会如此愤怒与悲凉？我知道了，他使用的术法是陈行山的术法，他在封印我。可他为何要封印我？人呢？应该快出来了吧？你到底行不行啊？我行，我怎么不行？怎么消失了？燕怀，燕怀，你不要过来！燕怀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现在特别想逃你的护心里，你离我远一点。你想要护心灵，我可以给你。你滚开！我不要！你别动，这里危险。我们先想办法离开此处。你才别动！我说了，我现在想逃护心里，但我又不想逃护心里。我知道我说的很乱，但我就是不想再和你扯上任何关系。我现在是真的看见你就难受，你离我远一点，我害怕。你没有死过，你根本就不懂我看见你有多害怕。护心灵的事，是我不对。人呢？能放出来吗？燕怀，怎么是你？燕回呢？你还敢跟我提燕回？我还想问你呢。你都捅过人家心口，为何还要装作一副关心他的样子？还释放了这个结界，连我也想一起弄死。我未曾想过害他，这结界与我无关，我也被困住了。你说这话就奇怪了。你那通红的剑，冒着灼人的火焰，剑刃比我胳膊还要长，你就这么往别人心里搜？你不是想害他，难道你是在救他吗？你不该让黑旗之主救他，这是在饮鸩止渴。没有你那刀，何必要饮鸩？哼，还是你觉得我就应该把他留在地上，看着他去死？要我说，你要是真的想补偿他的话，就把你那护心灵还给他。护心灵我会给他，但你已经让黑旗之主救了他，为何还要我的护心灵？事到如今，我也不想瞒你了。他靠着黑旗之主的力量而活，黑旗之主有令，若他不带回护心灵，便不会留他的命。
所以若我是你，今晚就自觉一点，别再让我操心了。他此前一路皆是正常，唯独今晚突然黑气四溢，想要掏林。哼，是你对他动了手脚。是又怎样？我给他护心灵是为了救他，不是为了满足黑气之主。舍不得了。如今他黑气入体，黑气之主让他来掏林，你确定拿回了护心灵，黑气之主就能放过他吗？你与他演过北郭先生的故事，你可知还有一个故事，叫与虎谋皮。若想要救燕回，必须先去除黑气，再放入护心灵，方可让他同时拥有生命和自由。我来。要开始了。燕回，你别过来！我现在杀心重得很。好像没那么烦躁了。那就好。燕回，有一件事情，我必须要向你坦诚。今晚黑气的爆发是我引的，但我们被困此处，定是因为那妖龙。你为什么这么做？我想让你去掏他的护心灵。你大可不必如此。你不是说我们只要来青丘，找到了那个什么幽冥赋，就可以摆脱黑气之主的控制吗？那是我骗你的。那个时候在龙谷，我重新归来，我不能直接告诉你我跟黑气之主的关系，只能骗你来博取你的信任。后来在迷雾森林外，我又不想和你分开，所以即使我们找到了幽冥赋，也摆脱不了黑气，也不可能摆脱黑气之主。那也不是，我之所以来到青丘想要夺此秘宝，是因为黑气之主极其看重此秘宝。我原本的打算是拿到幽冥赋之后，拿着幽冥赋去威胁他，换取你的自由。否则，我愿意与这个秘宝同归于尽。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？除了拿命一搏，我不知道其他救你的方式了。经此一遭，我算是明白了，没有什么值得你拿命去换的，我也不值。不，你值得。不，我不值得，自己的命才是最重要的。我们可以想想别的办法。今日听你说黑气之主想要护心灵，我曾经也想过这个办法，把护心灵给他，换取你的自由。但是后来想想，我们还是别这么轻信他吧。这些事情等出去以后再说吧。方才被黑气控制，还没来得及好好观察这个地方呢。波动表盘可以到特定的地方，除此之外，空间还会自行变换。你说的表盘是这个？就是它。你写什么？我丑。我牛。这表盘怎么还骂一个夸一个？听我的分析，我做错什么了？这表盘的意思是……哎，燕回，你阿娘的东西到底怎么玩啊？燕回，燕回。
怎么又是你？你到底想要做什么？你就想用这结界拆散我与他？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不是我。除了你还能有谁？燕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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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想干嘛？你别过来，离我远一点。哎，你别给我弄坏了。燕回，燕回，刚才空间变化杂乱无章，现在又戛然而止。难道外面有人在操控这法器？5变成了3。我们这么做好像没什么用啊。燕回，又是你，你不要过来！你体内的黑气被压制住了。你今日之所以黑气暴涨，是因为白小生。你不用跟我解释，你无非就是想提醒我离白小生远一点。前因后果我都知道，他这么做也是为了我。抱歉，把你牵连进来。你的护心灵，我是真的不想要。今天的事，我替他跟你道歉。实话跟你说吧，我知道你的苦衷，也理解你的做法，但是没办法，我一看见你，我就害怕。你之所以借黑气而生，都是我的过错。我只想帮你解决你身体的问题，然后我会离开。你若是害怕我可以不出现在你的面前，不会给你造成负担。当真？一如来青丘的这一路，那你离字据。这方向我看不清，我乃玲珑天妖，原本命途孑然，幸于燕回，屡次救于危命，吾感念于心，无以为报。今日有幽冥赋，愿倾力相争，并拱手相赠。你放心，帮你找回身体这事儿，我记在心上了。画着你的剪影，一遍又一遍。这一次是没有任何外力干涉，真心实意的、单纯的、真诚的，心悦于你。而今缘尽东西，江湖不复见，黄泉不相逢，立此为据，日月同明。一杯离人泪，几人尝过？年年日4月，终难成全。青山绿水之间，
江湖不复见，黄泉不相逢。绘着你的剪影，一遍又一遍。很好。吻着你的侧脸，一幕又一幕。黄昏醉了相思，浮浮过一声叹息。还有此物。一瞬交集，只为遇见你。多谢。我们还是想办法先离开这个地方吧。我在这里，一会儿看见你，一会儿看见白晓生，你可知这地方有什么规律可循？我看看你手上的表盘。3辰。我之前写的是丑。子丑寅卯，辰巳午未。你的表盘写的是地支，是12时辰。12时辰。那方才白晓生的表盘上写的是牛，莫不是12生肖？那你这个3是12月间，以北斗七星之斗柄、瑶光星所指的位置而建，在不同的时间、不同季节，会分别指向12辰，也就是12月间，就是12个月份呗。正月见寅，2月见卯，3月见辰，4月见巳。我手上的3就是3月，刚好对应你手上的辰。如此说来，只要地支和月份对上，我们便能出现在同一时空。那倘若白晓生的生肖也对上，我们3个不就是可以相聚了？说不定能找到出去的办法。对。子鼠丑牛，我把表盘拨回丑，那你12月见丑。对，那你拨回12月。如果没有见到的话，我们再拨回来便可。应回，你们怎么在一起？他说的果然是真的。说什么是真的？停在一条线上了。应回，终于出来了。燕回、龙主、白晓生，急死我了！我还以为你们要被关在里面出不来了呢。这个狐狸真是笨死了，倒腾半天也没倒腾明白。你不也没倒腾明白？我跟这东西又没有渊源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别吵了，我们这不是出来了吗？你的罗盘。啊，原来是这个东西，还把我们关在里面。狐狸精啊，你怎么这么对我们？我没害你们，罗盘还我！哎，又不是你的东西，你急什么呀？这罗盘究竟是什么呀？这个是我阿娘的东西，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遗落在这旷野之中。雪里，雪里，你阿娘是雪里？大胆，竟敢直呼我阿娘名讳！燕回，你认识这臭狐狸的娘亲？我曾听师门的人说过，说陈星山有一位非常厉害的大师姐，连清广掌门见了都得喊她一声师姐。传说他老人家为了悟道，云游天下，没想到竟然来了青丘，还成了国主夫人。那是，我阿娘虽是玄门人，但对妖族并无偏见。她为了我阿爹来到青丘，就是为了寻找对付黑气的办法。只可惜，她已现世。你阿娘也知道黑气？当然，传说她还写了一本名为《幽冥赋》的旷世奇书，就是用来对付黑气的。
只不过现在谁都找不到。没想到还歪打正着，得了个真消息。若我们真能找到幽冥符，说不定就能控制符印，到时候我们就不用被他控制了。幽冥符若是能对付黑气，尊者这些年来又为何让我找寻幽冥符？青丘国主也不知其下落。我阿爹应该是知道的，只不过他都闭关10多年了，我都许久未曾跟他见过。或许这个罗盘就是我阿娘研制出来去除黑气的法宝。你们被卷入罗盘之中，难道是因为黑气？怎么可能？当然不是啊！或许这个罗盘年久未修，才误将我们卷了进去。还能这样？哦，哎，都累了一天了，该回去休息了。我又不困。走着走着就困了吗？好了，哼，也不早了啊。我们3个人之间，是不是有一个人应该要消失了呀？他今天怎么这么识相？我们立了字据啊？江湖不复见，黄泉不相逢。早该这么干了。这黑气之主和雪里认识吗？不知道啊，怎么这么问？我好像在罗盘里听到了黑气之主的声音。尊者和大国主夫人能有什么关系？黑气之主、幽冥府、雪里，看来这青丘并不简单。是啊，就是因为不简单，所以你才要好好的跟在我身边。走啦！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今日召集各位长老，是有要事宣布。妖龙伤害素影真人在先，九尾狐妖、萧广寒们先冠在后，如此肆意妄为，他们肯定还会有大动作。看来这妖族实在是欺负我们玄门太甚。没错，当年我们紫霄宗紫辰仙子失踪，想必也是他们搞得快。不可助长他们的气焰。对，真是太可恶了。如今这妖龙已偷渡黑河，逃向青丘。我已向青丘发信，若他们交出妖龙，我们玄门便不必与他们发起一战；但若不交，我们便越过黑河，踏平青丘。这玄妖两界数10年的和平，可是他们率先打破的。对，就是啊，对。愿听林飞真人到前。厨房，莫把我的书压坏。书，就知道你的书。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你这个身体要少熬夜，少忧虑。多晒太阳，多呼吸新鲜的空气。我知道了。你知道还这么操劳？你知不知道有一种死法叫猝死？大国主闭关多年，你要是倒下了，青丘谁来做主？难道
真指望竹林那个混小子吗？我没事的。没事。你这个眼睛比我上次来的时候浑浊多了，气血也亏。最近都做什么了，公子？可能最近比较劳累吧。长兰公子，赵公，公子正在医治眼疾，你怎能不经通传便径直入内？收到消息，玲珑天耀近日已出现在我青丘地界。哦，天耀他来了。可玄门诸多门派也在三重山附近聚集，今日传来消息，要我们交出玲珑天耀，否则便威胁我等再起玄妖之战。这些玄门人，此前便害了我们云溪公主，而今竟还敢如此咄咄逼人。依我之见，要战便战，我青丘断无被他们威胁的可能。罢了罢了，这些也都只是一些威胁之言。不会有什么实际的行动的。至于天耀，他要来青丘，一定好好去守护。这是自然，只是什么威胁之言便罢了。长兰公子，这些年你主事青丘，便是对这些玄门太过于温和，才让他们今日敢在三重山对我青丘大放厥词。知道还怪起公子来了。与玄门这一战，赵公大可亲自前去啊。你区一个医师，也配多嘴此事？好了好了，你们都先别吵了。公子，赵公有事禀报，龙主已到王宫外了。啊，我现在还在治疗眼疾，那麻烦赵公为我去迎接天耀，先带他去休息吧。龙主造访，我自会亲迎。这个赵玉，仗着自己掌管青丘防务，对公子也太不敬了。赵公只是为人比较坦率，但他所言所行也都是为了青丘的。你呀，也莫嚼那么多舌根了，好吗？他说别的我都不认可，唯独说公子太温和这话，我比谁都赞同。公子，你就是对谁都太好了。来吧。哇！早就听闻，这青丘王宫建在巨树之上，没想到还真有这么大的树啊！没见过吧？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看到的都是我要继承的，我厉害吧？哎，糟蹋了！你说什么？亡国之相啊！有人来了！来接我？哎呀，赵公，今日怎么能屈您大驾进来王宫外面接我呀？嘿嘿。哎！恭迎龙主！恭迎龙主！龙主，玲珑的龙，龙主的主，龙主，你们之前怎么不告诉我？不必多礼。龙主，我大国主如今正在闭关。你看他那个眼神，那个气质。安排龙主稍作休息。闭嘴，请随我来。裴老师，走吧。等等。你便是那个被陈兴山逐出山门的玄门弟子，燕回。没想到青丘的人都知道我的名字。我青丘王宫不许玄门人入内。赵公，燕辉他们在外面也帮我挺多的，让他们进去吧。玄门人不得入青丘王宫。让他们进去吧。你既然知道他的名字，就应该知道，是他与我一起
炸了永州城宿隐结界，释放了被奴役的万妖。既是龙主之意，龙主，请。我们走吧。哟，刚才不是有人说要继承这一切吗？现在我知道了，在青丘你还没那条龙好用呢。现在的青丘防务不都是赵公在管吗？而且，那人狼子野心，我阿爹正在闭关，他一直对主政的二叔和我颇有不满。以后你们在青丘得小心点他。看来你们青丘也不太平。世子觐见，二叔，二叔，二叔回来了。楚离，终于回来了，壮了好多。怎么样？这青丘王宫还挺气派的。遇到了什么事儿？我这次出去啊，干了不少事儿呢。快讲给二叔听啊！你此前来过青丘许多次，见过这位二叔吗？我去了很多地方，看见很多新奇的东西。我炸了广寒门3座山头，给阿姐报仇了。什么？炸了人家山头？朱莉，你怎么可以如此莽撞呢？我给阿姐报仇，谈何莽撞啊？罢了。给您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前陈青山弟子燕回，这位是影妖白晓生，我回来路上认识的。见过。两位你们好啊。干什么呀？他又看不见。抱歉啊，抱歉，他书读的少，有点唐突了，抱歉啊。无妨，虚礼而已。啊，对了，天耀我已经安排去休息了，你们无需担心。稍后我再与他叙旧。二叔竟跟龙主认识啊？我跟他曾是挚友。说起来，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。哎，楚离，那不如你先带2位宾客到宫里面去游玩一番，晚上我叫人准备一场丰盛的宴席，为大家接风洗尘。好的，二叔，走吧。告辞。走。实在没想到他俩居然认识。你是在感叹什么吗？我就觉得吧，那条龙竟然有朋友。哎，你们有没有感觉今天特别安静啊？那个叽叽喳喳的小环妖呢？什么鬼啊？你才是鬼，短腿鬼，叽叽喳喳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们今天入青丘王宫，我堂堂一幻妖女王，难道要对你们青丘监国王爷行礼吗？不是，你怎么在我腰带里啊？那还不是因为龙主的不敢藏，藏你的才能确定没人能搜身吗？你倒是算得行。既然到了这青丘王宫，我便要开始寻找童术师了。怎么了？在我们青丘王宫，不能提这种修邪门术法的人。怎么就不能提？我就提。童术就是靠黑气才能练成的，我阿娘一直都在寻找去除黑气的办法。你们一来青丘，就找童术师？你找童术师干什么？报仇。亏你还是个青丘世子，连提一句童术师都怕。你阿娘毕生为驱除黑气而战，你在干什么？你怕，我不怕，我自己找去。哼！哎，你等等，我那个罗盘可能会有用啊。哎，既然他俩都走了，我们也不需要打发他们。走，带你去找青丘秘宝。青丘秘宝不是失踪了吗？那你觉得他为什么失踪了呢？没想到1别20年，我们还能再相遇。长兰这些年过得如何？鱼命一条，苟活而已。但我倒是听说，你在广寒门封印了素影，对吗？恭喜你，大仇得报。
没什么好恭喜的，这也并不算是一件好事。现在这些过往，也总算了结了。然而我又做了一件错事。错事？我为了复仇，让他人承担了恶果。他人？便是方才竹离与你说的那位玄门的姑娘。所以你这次来青丘，就是为了这个姑娘？嗯。那你有什么需要，我可以帮得上忙？她的身体有些异样，我这次来青丘，就是想将她治好。若是疗伤的话，我青丘有一个仆房医师，他应该可以帮得上忙的。不必了，她的病有些特殊。那天耀，不如你就先留在青丘吧。虽然我如今没有什么用处，但我还是可以陪你聊聊天，给你出出主意，或者可以帮你得到燕姑娘的原谅。我只愿她身体无恙，其余并无奢求。过了那么多年，你还是没有改变。对了，你们这有本奇书，叫做《幽冥赋》，里面记载的方法，也许能帮我治疗他。你可知道此书的下落？此物一直被保管在一个屏风里面，待有缘人去之。只可惜，这屏风在10几年前就已经不见了，到今天也没能查出个结果。到了。你竟然将青丘秘宝藏在这树洞里啊？嗯。离青丘王宫这么近。嗯。哇！你竟在他们眼皮子底下作奸犯科，你真是艺高人胆大。但你别担心，这个树洞连接到的是我的隐穴，不会有人破得了的。走吧。好黑啊，什么都看不见。你也不带个蜡烛？叶慧，来吧，牵着我的手，我带你走。哦。你既然可以点灯，刚才为什么不点？哎呀，头发！我都忘了我可以点亮这里的灯。哎，这就是你说的那扇屏风啊！轻舟泛月风凛然，疑是山隐雪后来。这屏风也是玄灵之物。嗯，而我们要找的幽冥赋就在里头。哦，这屏风有何玄机啊？我来给你介绍一下，这3道屏风意味着3道杖术，需要一对玄妖有情人来一一破解。只可惜，之前我带来的有情人连第1道屏障都没有破解，导致我也无缘知道后面2道到底是要做什么。这第1道杖术是什么呀？其实说来也没有那么复杂，就是回答问题而已。回答问题？这是什么呀？这个呀，可是我亲手制作的攻略。之前所有有情人被问过的问题，都在这个上面。男方幼时乳名叫什么？女方最爱喝的茶是什么？男方脚底的痣有几颗？是什么颜色？这都是些什么问题啊？这么多。你到底让多少有情人尝试过啊？太多了，多到记不清了。反正这10几年来一直在干这个事。
你都试了这么多次，里面要问什么问题，你都提前猜到了吧？我知道有什么用啊？2个人都得答对才行。哦。哎，你说现在去哪儿找一对现成的有情人呢？好像就剩我们俩了。白小生，你看啊，你是妖族人，我是玄门人。虽然我俩不是真正的有情人，但我觉得这第一道障术不是非得有情人才能解。此话怎讲？你看，你都积累这么多经验了，如果我们提前把这些题背好，先对好答案，说不定也能解了呢。所以你是想要用作弊的方式来骗过这道障术？然而你觉得这个方法有用？你之前试过了。你能想到的所有方法我都试过。我曾经带一男一女进去过，我让姐妹进去过，我让兄弟进去过，我甚至还扮女装跟一个男人进去过。牺牲这么大，可惜都没用。可是我们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了，做点什么总比什么都不做好吧？听我的，我们就试试背题对答案。我们试试吧。屋外繁花爬上枝桠，听小鸟叽叽喳喳，大梦初醒了，管它真与假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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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清风拂过诗经喧哗，摇头晃脑想溜达。看着我干嘛？咫尺天涯，一会儿天边人家有他。不要再盯着我看了，你看天地呀，赶紧拿书去看啊！凡事不要想太多，一路随风漂泊，纵情湖光山色，三千烦恼奈我何？呀，都说天机难测，来去匆匆过客，遇事不要管太多。再沾一碗。你这个罗盘真能帮我找到童术师？怎么不信呢？当然，这个法宝专门克制黑气，如果童术师在附近，这个罗盘一定会有反应，相信我很好用的。可这个罗盘自从出了旷野之后，就再无动静了。现在连这个指针都动不了了。哎，我幻妖戒指有认主这么一说，只有真正的主人才能唤醒这戒指里面的力量。你这个罗盘，怕不是也是如此？他现在不认这个主人？老子乃青丘唯一的世子，大国主嫡亲的儿子，他怎敢不认？对，那你就是不会用喽。胡说！要我说，就是我们青丘根本没有你要找的那种续邪门术法的人。哎，龙主。龙主，您来的正好。我听说龙是世间最为聪慧的存在，您看我这罗盘为何再难转动了？此物，我也看不太明白。啊？什么眼神？什么态度？无妨，你们可以见到燕回。这几天我都找不到他。哦，他和白小生回去了，在那个吊桥那边的小院里面。这几天不知道在忙什么，神神秘秘的，还不让人说呢。龙主，我这罗盘……哎呀，你难道没看出来龙主他不高兴了吗？还不是你多嘴。燕回，今天这样差不多了吧？明天再战吧。
行，这才哪到哪啊？我还能背。他们这是在做什么？我倒是鲜少看到你这么刻苦。幽冥赋近在咫尺，那可是性命攸关的事儿，哪能偷懒？你不要命了，你也抓紧背吧。好，背。原来他们早就知道幽冥赋的下落了。要不这样，我考考你，帮你加深印象。我怕你，来吧。我最喜欢吃的食物是什么？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包子？包子。太简单了，你最喜欢吃的食物肯定是……包子。你说你背了这么久，怎么连这题都没有背到？下一题肯定答对。好，我的梦想是什么？你的梦想啊？我想自由自在，飞黄腾达。自由自在，飞黄腾达。我正要这么说。麻烦请你背诵并抄写100遍，牢牢记住标准答案。包子，挥金如土，自由自在，背下来了。你说你这一晚上点着蜡烛都背了些什么呀？我都替蜡烛感到惋惜，白白燃烧了1个晚上。怎么就白白燃烧了呀？只是你问的，我刚好没有背到而已。那你都背了些什么呀？比如说，你最珍贵的东西是性命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总算答对了，没错。就说我有在背吧。他原本只是要平平安安的生活，而我却一直让他步入险境，利用他，折磨他的情感，威胁他的性命，让他卷入各种争端。我从未对你行素影之事，可你却变成了第2个素影。他最珍贵的东西，却被我亲手。你放过我吧。好像又大了些。距离见黑漆之主已经过了快1个月了，若再不取得幽冥符，不死也得疯啊！是你，是幻觉。必须赶紧去取幽冥符了，也不知明天到底能不能行。谁？是我。你来做什么？不是已经立了字据了吗？你体内的黑气是否有异动？我知你不愿意见我，但此事攸关你的性命，你且听我一句。我也知晓取幽冥符需考验2人默契，我可以随你去取幽冥符。我与你共同经历了许多，论默契，我胜于白小生。不用了，我做不到，我还是害怕你。你不用管我了，我自己取就行。黑气我会尽力压制，幽冥符我会和白小生想办法的。你回去吧，赶紧的。
喜欢的颜色是白色，最喜欢的食物是苹果。叶痕，你最讨厌别人叫你阿生，你刚刚叫我吗？这是第一次，有人这么努力的记住我所有的喜好。你怎么这么悠闲啊？你怎么这么焦虑啊？我在陈星山就从来没有考好过，这次可是性命攸关的考试，我紧张。你也赶紧背背，别一会儿进去忘了。我都不用复习，全在心里啦。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呀？啊？哎，小叔，我就是在跟你好好说话。你别忘了，待会儿我们进去是要扮演一对有情人。来，你来试试看，调动一下那种状态。我快记不住了，我们能不能快点进去啊？好吧。走吧。这个呀，还是留在这儿吧，里面的老头可不好对付。这里。哦。又见面了，影妖白晓生与陈星山修仙人燕回前来讨教。又是你这个影妖，还贼心不死呢？您人都没死，我的贼心怎么可能死啊？火气这么大干嘛？老夫在这儿拦了你几十年了，每次都戳穿了你带来的所谓的有情人。火气大，正常。你这次与他一起来，是他找来假扮有情人的吗？啊？我们是真正的有情人，情比金坚。这陈星山来的，倒是比之前抓来的那些滥竽充数的要像模像样一些啊。行吧，按老规矩，我出3道题，你们2人必须同时作答，答案相同才算作过关。来吧。南方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？贝果。苹果。下一题。女方最珍惜的是什么？也贝果。性命。爱人和亲人同时落水，就哪个？糟了，这题没背过。我数3下。自古情深留不住，所爱之人亦是持刀之人，不救也罢。白晓生寻有情人多年未果，定是与我想的一样。3。生我之人伤我最深，亲人亦薄情，管他生死。燕回从未提起过自己的亲人，向来与我所思相同。2、1。亲人？怎么会是亲人呢？怎么会是爱人呢？有情人？我看你们2个并非是有情人，而是对秘宝有所求的有心人，怀揣功利之心，妄图取至圣之物，做梦！爱人与亲人同时落水，先救哪个？我到现在也想不明白，
我认识你至今，从来没有听你提过喜欢上什么人。倒是在龙谷，你提起影族被灭族一事时，你神情看起来有些悲戚。你怎么会选择救爱人呢？你知道我当初是怎么落到黑溪之主手里的吗？我在幼时，不知道为什么族人称我为恶童。白晓生就是神世寓意眼里的恶童，唯有献祭尊者，影族才能避免灾祸。族人驱逐我，是我的娘亲亲手把我献祭给他的。从那个时候到现在，我就再也没有安宁过了。悲戚不是为了别人，是为了我自己。抱歉啊，我不知道。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我们还是专注于眼前吧。这一次的失败肯定会让里面那个老头警惕的，下次问问题一定会更加刁钻。幽冥赋就在眼前，却拿不到，真是让人抓心挠肝的难受。走吧。哎呀，气死了！白晓生与映辉的默契，果然还是不行。天耀来了，龙主来了，这力气活有人替我干了。你先走吧。天耀，你找我有事吗？青丘，可有什么热闹、好玩的地方？怎么了？那姑娘原谅你了吗？她已寻得有情人。什么？我是来帮她问的。你这是为他人去做嫁衣吗？只要能救她，我愿倾其所有。不知道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，我这2天和燕回啊玩的那叫一个开心。那你们取得幽冥赋了吗？哼，莫要在我面前充能逞强。你想与燕辉培养默契，取得幽冥赋的话，接下来你们2个就按照我说的做。捷径可以走了，只能和白晓生培养真正的默契，才有可能取得幽冥赋。哎，起这么早啊？找我什么事儿？我昼思夜想了一晚上，我要和你成为真正的有情人。啊？说吧，有哪些步骤？你是说真正的那种？所以你的意思是你想要和我变成最亲近的人吗？算是吧。我知道是有些突然。我这儿有个流程，你可以参考一下。这个上面有一些步骤啊，你看一下，我们就按上面的来，你说行吗？行，我们找个地方开始吧。
是不是后悔了？后悔什么？跟我当有情人啊？我这一路上可没有说过后悔的话。那不正是因为你一句话都没说吗？你该不会对天耀还有……我可没有啊！我只是在想，我们怎么样才能成为有情人？这方才卷轴不是也写了吗？你我才情相配，容貌相当。那么剩下的，不就是牵手、拥抱，还有……你想先从什么开始？牵手吧。牵手？这有点不对劲吧？好像是有点不太对劲哈。之前天耀说，罢了，不提他了。就是在龙谷，你不是说做什么都要有气氛吗？我们培养点气氛吧。我觉得这个没错。你见得多，主意多，要不然你想一想，我们挨个试。想让他高兴很简单，带他吃他最喜欢吃的东西。来，我喂你吃你最喜欢的包子啊！哎，你做什么呀？这招叫做欲擒故纵，怎么样？有没有感受到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？没有，扭扭捏捏的，干嘛？那这，我们同时一起咬，好不好？在爱河里的情侣不都这么做吗？来，试试，试试啊！自己吃吧你。他喜欢钱，你直接送钱。送钱多没意思，我要带他享受赚钱的感觉。来，买定离手啊！小，开始！661大呀！665大113抢！我终于体验到有钱的快乐了呀！你快乐就好。你不开心吗？哎，你不快乐的话，我分你一点吧，分你一半。哎，怎么了？哎，你去哪儿啊？啊？我再多分你一点嘛。他逢赌必输。你怎么又在这儿啊？我让你给他钱，你却把他带去赌钱。哦，你是来看我笑话的。把他的钱全赢了，他生气也正常。所以你来这儿讲了我的风凉话之后，还要讲他的风凉话。我只想帮他。虽然你这个人吧也没有什么良心，但是对他的了解呢，多少还是有一点的。毕竟是我之前选出的有情人嘛，好吧？那我就勉为其难的再听你给我提一个意见吧。你还有什么招？他喜欢什么？你在干嘛？我在看你在干什么。我在洗澡。他喜欢看人洗澡。哼，你根本没有真的要帮我忙，真的假的？他喜欢。没想到，燕回还有这样的癖好。真是个好主意。后山有一处冷泉，可疗伤治病，也被称作青丘的定情之泉。相传，青丘重要的人成亲，皆会去那冷泉，接受7日洗礼，以证双方感情无瑕。看，你突然带我来看这泉水，是因为想到了什么在泉水里面可以增进我们感情的办法吗？我要给你一个小惊喜。什么惊喜？闭上你的双眼。哦，
要偷看啊！你在做什么呀？等一下，你快点儿！好了。你有病啊！叶回，存心搞我是吧？你现在是不是特别想笑？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要一次又一次相信你。他不喜欢。我现在清醒了，我用脚趾想我都知道，哪个姑娘会喜欢这个？什么赤诚之心？我看你分明是蛇蝎心肠，算计我啊！我有时候真想杀了你。他此前看我还很开心，为何看你却是如此？我和燕回的事，你就别再插手了。我不管你想帮他是真的还是假的，但是现在他的事，跟你都没有关系了。老规矩，若有异动，即刻前来报我。是。我之前在那个赌摊，不是输了钱还倒欠你钱吗？我现在没钱，先给你张欠条，等我有钱了一定还你。你先坐下嘛，走。燕回啊，你对我真好。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我就给了你一张欠条，这算对你好吗？好着呀，但是这个欠条啊，我觉得不用了。不行，拿着。说是借的，就是借的。我虽然赌运差，但承诺的事情还是要兑现的。行，那我就把这个收下了。我找你还有一件事。这几日呢，虽然我们两个的感情没有什么进展，但也是有了些许的默契。我时间也不多了，我们还是去试一试吧，万一成功了呢？行，你想做什么，我都陪你去做。不愧是专业的，这么快就调整了状态，我也调整一下。准备好就走了。小生，我们走吧。怎么还不是？又不是？你到底怎么才能启动啊？这就转了，转了。啊，他指向那边去了。追上他。那个方向是？怎么了？这是有阿爹闭关的地方。你阿爹，大国主，童术师难道是你爹？闭嘴！不可能，别瞎说。我先过去看看再说。二等居敢拦我！此处乃大国主闭关之处，世子殿下还是去别处玩耍吧。老子可不是来玩的，让开！这
手里。我问你们，他是谁？世子殿下。那里面又是谁？大国主。他二人何关系？怎么，不知道吗？他们是父子呀，儿子看望父亲，父慈子孝。你们两个为什么横加阻拦？就是，我与父亲10余年未相见，如今思父情切，特来看望，尔等竟敢拦我，还不速速放行？这赵公命我等守好此处，不得打扰大国主清修，还望世子殿下莫要为难我们。我倒是谁呢？哦，原来是赵玉那个老匹夫啊！在你们眼中，岂就业了主了？世子殿下恕罪，我等没有此心。罗盘想破门进去，难道童术师在里面？何人喧哗？怎么是你？罗盘还我！罗盘还我！世子莫要再胡闹了。你才胡闹！这是我母亲的罗盘，罗盘所指之处必有黑气邪物作祟。赵公先是对我万般阻拦，后又抢我罗盘，难道是包庇邪物啊？一派胡言！我清修安稳多年，何来邪物啊？定是这不知从哪儿寻来的罗盘误导了世子，应该早些销毁才是。你敢！我看你做贼心虚，给我松手！我母亲的法器。赵公，大国主早有口谕，要善待雪岭夫人遗物。这雪岭夫人的遗物皆被有序规整地保存在夫人寝宫，当年也是大国主亲自封存，怎么可能会有这种劣质物件散落他处？世子荒唐惯了，竟想找这种莫须有的理由来污蔑老夫。罢了，再闹下去，便要打扰大国主的修行。世子殿下，请回吧。怎么会这样？这屏风怎么回事？不知道，此前从未这样过。屏风换景有异，我随你们一起去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怎么进来的？想破你引针不难。当务之急是先取东西，我会助你们破阵。快！我知我不该见你，但情况紧急，取完幽冥符，待你身体无恙，我便会离开。这是最后一次。拿到幽冥符后，大路朝天，我们各走一边。这屏风能3个人进去吗？也没说不行。这里面果然跟外面一样，开始不稳定了。
是啊，看来没有失败的机会了。你们要如何过关？哦，来了3个人呐！老头，我告诉你，现在这个屏风秘境可不稳定，我觉得它快没了。要是你不想跟这个屏风一起没的话，我建议直接把那秘宝拿给我就好了。老夫受故人所托，在这里看守秘宝，休管外面是山崩地裂，也不管这屏风秘境下一刻是否就会消失。老夫都要看住秘宝，不能被德不配位之人取了去。哪怕是与这秘宝同归于尽于此处，老夫亦心甘情愿。冥顽不灵啊！既然如此，老前辈，请出题吧，我们没有时间耽误了。哼，3个人，难怪上次看这小丫头和这小滑头就怪怪的。原来是你们3个人之间的感情啊！行，既然如此，有个问题，老夫也可以问出口了。哎，赶紧，别那么多废话好不好？在你们3个人的感情关系里，除了你自己之外，另外的2个人抛弃了你，在一起了，你会怎么做？他俩在一起，口味这么重吗？那我就默默离开吧。他俩，之前我都那么撮合他们，赤龙还干了掏人心窝子的事儿，就这还能在一起？那我肯定要拆散他们呀！赤龙不配，我配。想好了吗？我数3下，3、2、1，我当然会离开。我会祝福他们。正确的答案是祝福他们。啊？不是，祝福他们？你们仨这稀里哗啦的默契，你们谁和谁都没有办法好好的在一起。哎，不是，等一下，老头子，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因人而异的，哪有什么正确答案呀？对呀，怎么可能是祝福他们呢？那心得多大呀！他不算，他是个例外，本来就是因人而异的，没有正确答案。嗨，争论无用。哎，依老夫看，到底是看不见雇主所期盼之人前来将秘宝取走了，这所有的恩怨也就到此结束吧。不行，别，再给一次机会吧。我们再试一次吧，就试一次。感觉屏风已经支撑不了多久了。赤焰龙牙，你是玲珑天妖，你要做什么？得罪了。你要做什么？做什么？还有这种通关方式啊！没有第2次机会了。幽冥符，你必须拿到。我不会让任何人阻碍你的脚步，我一定会让你好好活下去。那个老匹夫竟敢如此羞辱老子！这我等了他过数，得狠狠羞辱他一番。你打算如何羞辱啊？扒下他裤子，在他屁股上刻上“你大爷”3个字。你大爷！然后再命他绕着王国跑500圈。500圈。哎，开玩笑的。青丘有你这样的世子，真不知道是福是祸。你说什么呢？我是说，你都这么大个人了，以后也是要继承王位的。被别人欺负了，就在这里哭鼻子，丢不丢人呢？我不哭了。好了好了，哎，你说，赵玉会不会就是我想要找的仇人？反正他肯定是我仇人。我是说真的，
他常在王宫行走，若真修行了邪术，王宫上下不可能无人不知。这事儿绝不是那么简单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难道忘记你的罗盘会吸收黑气了？夜魂龙主！上次龙主他们被吸进去之后，不是费了老大劲儿才出来的吗？然而这次，此罗盘却没什么反应。我之前就觉得奇怪，既然罗盘是循着黑气过来的，为什么不吸它？还是说，他也不是罗盘要找的人？但是罗盘所指之处，除了他就没有别人了。总不会是指里面闭关的大国主吧？你别胡说！哎呀，我知道不是你父亲，眼下谁最可疑，不是一目了然吗？若真是他，那青丘就危险了。行完此路，即可通关。就这么简单？我也是第一次见识到这第二道的杖法，不知道其中有什么玄机。屏风上的灵力越来越弱了，来不及想了，走吧。这里好黑啊！大家小心，别走散了。我也是第一次来。映回，映回怎么了？奇怪了，他俩明明走在我前面，怎么现在就剩我一个人？人呢？他们怎么不见了？这个地方果然没有那么简单。不行，这里使用不了法术。那就向前走吧。行完此路，即可通关。行完此路，即可通关。行完此路，即可通关。难道他们跟我一样，也被困在这黑暗当中吗？回去吧。你是谁？我是一个引路人。既然引路，为何劝我止步？我不愿见他人深陷于此了。你是何人？引路人。你是个可怜人，我不愿见你步入深渊。深渊？什么意思？这条路根本就没有尽头。如果你一直走下去，只会陷入无尽的黑暗。只有回头的人才能活着离开。
你快回头吧。你爱的人已经回头了，你再走下去，就永远出不去了。他不会回头的。你便如此信他？对，我疑心天下，但唯独信他。他不值得你如此信任。值不值得，我来论断。你的同伴都已经离开了，你若继续往前，会和我一样，永远被困在这里。阿生，我们来玩捉迷藏吧。你站好了，数到100，阿娘就来找你。少说也走了快2个时辰了吧？怎么还是这么黑呀？我到了。雪凛，你阿娘是雪凛？大胆，竟敢直呼我阿娘名讳！没想到竟然来了青丘，还成了国主夫人。你就是国主夫人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不愿见他人身陷于此了。这条路根本就没有尽头，只有回头的人才能活着离开。他们都已经出去了啊！你再不走，就永远出不去了。可是那门口不是让我们走完吗？走不完的，这里只有无尽的黑暗。你等等，你若继续往前，会和我一样，永远被困。你等等。谢谢你的好心，但是我还是会走完的。哎，比起这件事儿，我还有另外的事情要问你。你是不是有个秘宝，就是那个罗盘？我在那个里面看见你与另外2个男子在布什么阵，是不是想要封印什么人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哦，那个人身上是不是有黑气？是不是跟幽冥赋有关？你摇头是有关系还是没关系啊？莫问这么多了，快回吧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问了这么多问题，你就回答我一个呀！走吧。这屏风也是你的，这秘境也是你的，让我们走甬道的人是你，不让我们走的人也是你。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是想让我们取到幽冥赋，还是不想让我们取到？哎呀，问了这么多问题，没一个正面回答的。哎呀，我是不是傻了呀？雪岭夫人早就死了呀，这个一定是赵树变出来的假人，就知道一个劲儿的让我回去，让我回去，我去哪儿啊？最起码在这儿，那门口说了，走完了就能拿到幽冥赋，那让我回去，我这条命出去还几天，不也得？这就出来了，怎么又回到这儿了？他们人呢？不会还没出来吧？走得比我还慢。这地方只能出不能进吗？不会真的像那个假人说的，他们都回去，只有我一个人走出来了吧？我不会真的被困在这儿了吧？都说这天生天养的玲珑最为尊贵，现在看来也不过就是一个莽夫嘛。
易微婆第一道杖术，硬生生的把老夫给打了出来，简直是礼崩乐坏，荒谬至极。原来是你，你竟敢对老夫爷如此的无礼！我怎么会在这里？叶回呢？龙呢？他们怕是已经通关了。你是他们3个人中多余的那个。通关？他们2个没出来。这第2仗是考验信任的。你如果和你的有情人都互相不相信，你何必选择进去呢？信任？怎么，你不服气呀？这不公平啊！这怎么不公平啊？只要是真心相爱，自然会有信任。你懂不懂啊？没被抛弃过的人，才有信任。你别出来！你别出来！别出来！别出来！别！叶回，完了，你也出来了。怎么了？我们都被困在这儿了。我们通关了。什么？通关了？木牌上不是写了，行完即可通关。那白晓生呢？叶怀，你在消失？啊！我天啊！陈星山，我怎么回到陈星山了？叶回，哎呀，快起来！大师兄，你可算回来了。师傅从守可摘星辰上下来了。此前我替你求过情了，之前的事儿我也都向师傅解释清楚了。师傅说你可以回来。弟子环我给你准备了新的，还有衣裳。哦，对了，我还让你最爱的厨子给你准备了你最爱的包子吃。身上都脏了。楼主，楼主！天耀。为什么？你为了他们要杀了我，哼！那我便杀了他们。如此一来，我们就扯平了。天耀，你要干嘛？
经成为黑气之主的傀儡，力量蛮横霸道，你只能有幽冥符，才可去对付他。妖龙被黑气吞噬了兴致，幽冥符有解决黑气的办法。幽冥符，焰回，快用幽冥符杀了妖龙！天瑶，你一定要把他杀掉，要不然天下都危险了。幽冥符，不对，杀了他！不对，师父根本就不是这样的。大师兄关心我，但平时对我都是凶巴巴的。天瑶根本不会被黑气附体。长兰为什么也会在？我们之间的事情与长兰根本就毫无关系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些都是丈叔想让我看见的东西，他一直在阻挠我取得幽冥符。那这第3关到底在考验什么呀？到底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取得幽冥符？为什么？原是我负了这恶果，便由我来承担。你逆着方向，我早该还你。发染尽离丝，闲情两极。指缝间一阵阵划过你我年轮，清风散离，落雁会消失。画着你的剪影，一遍又一遍，吻着你的侧脸，一幕又一幕。天瑶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会和你一起面对这一切。此生一瞬交集，只为遇见你。看来这最后一关，在考验是不是对彼此心存不舍与爱意。天耀，你的答案是什么呢？妖怀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没想到竟然被这屏风给甩出来了。在这里面做什么事都是处处意想不到。你没事就好。国主夫人。国主夫人？嗯，我之前在那罗盘里不是见过吗？这才认出来了。估计这是国主夫人留下的影像吧。等了这么久，
终于有人经历4重考验，取到幽冥赋。4重，不是3重吗？此杖术须得有玄门与妖族之人同时入内，方可开启。在第1关考验开始前，便已有了无形的考验。心无偏见。正是，幽冥赋乃救人之术，只有心怀正念者，我才能够放心托付。反正，总算是通关了。此幻境，第1关问你心中是否有人，心中无他人者，无慈悲，不可得此术。哦，原来是在问慈悲啊！给白小生搞的，非得找什么有情人。那，你第1关的过法，也算是慈悲吧？手起刀落，不伤人性命，大慈大悲。第2关，前路未卜，问信人。信他亦是信己，心中无信者，无恒性，不可得此术。第3关，问取舍，救一人与救天下，如何取舍？救一人，是正确答案。多的是为了救天下而毁了天下的人，一人不救，何以救天下？那不如先救救我吧。幽冥赋，你们虽非同族，却能同心，我很欣慰。你们好好修炼，希望我与陈毅当年没能做成的事，你们能够做成。费了这么多功夫，总算是拿到了。你体内的黑气，终于可以解决了。算算时间，从我们第1次在铜锣村相见，到现在，也过去许久了。这一路上，你虽然3番2次的害了我，他杀了我，就像现在这样。对不起。但是你也3番2次的救了我。像之前被巫锦追杀的时候，还有在迷雾森林我被困住的时候。站在我身后。你虽然用了意料之外的方式逃了护心林，但是你也帮我拿到了幽冥赋。从此以后，我们2个的恩怨也算是了结了。情不自禁温柔，那你还怕我吗？时光走慢，点滴都是情书。好像没那么怕了。来青丘也经历了这么多事，早就该放下。好了，该走了。映辉，写满了篇章，你是浪漫是起点，融化我全部。凭一息那夜，你所说的话，可还算数？那我借你一颗，等以后我再把真的那颗
想念化为天上的云，悄悄替我爱你，洒满星空信念。你觉得呢？如今玄阳两族关系紧张，你以后要取身体，恐怕更难。我没办法再帮你了，你自己小心。我祝愿你早日取回身体。等你取完了之后，也希望你不要再执着于以前的仇恨。还有这个，人总是要往前走的。洒满星空信念的梦，一生一世朝朝暮暮你我，洒满了星空思念。那你我不曾怀疑还会再给我一次心吗？我给过了。我多幸运有你。真没用！要是我跟他到第3关的话，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。唉，看来这幽冥赋要被永远的埋葬在这秘境之中啊！国主夫人，老夫愧对你们所托呀！燕回，燕回。幽冥赋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倒是你，怎么第2仗之后你就不见了？哎，你干什么？他俩可是幽冥赋认可的真正的有情人，你在这碍什么事儿？你才是碍什么事儿呢？我们在里面见到了雪岭夫人，人家说了，第1关根本就不是要找什么有情人，是你们2个理解狭隘了。不是，这怎么可能呢？那要找什么？要找的是心中有他人的人。不狭隘、有慈悲的人，我看你这考官根本就不合格。哎，你，罢了，你这黄口小儿，老夫啊不与你辩了。你快说说，你们最后是怎么取到幽冥赋的，又是如何见到国主夫人的？我已与他道别，若此时告诉他我在最后1仗中做的那些矫情事儿，岂不尴尬？他一心与我划清界限，若告诉他我在最后1刻吻了他，他定会觉得冒犯。也没什么特别的，就是在最后1仗，我把他杀了，然后就拿到了。我也差不多。所以我吃亏是在第2关。如果是我跟你到第3关的话，那也没你什么事儿了。哎，行了，反正都已经出来了，幽冥赋也拿到了，再讨论里面的事也没什么意义了。既然如此，青山常在，绿水长流，你我后会有期。你抱拳干什么？你们俩要分开？他们可是立过字据的啊！拿完幽冥赋就散。那幽冥赋归谁呀？归他。不妥。有何不妥？这幽冥赋本来就是青丘的至宝，不能被一个玄门女子单独霸占。既然你们2个人共同取得，就应该一起拥有。这幽冥赋是我们2个人得到的，
那他也愿意让我一个人独自享有，关你什么事儿？就是啊。哎，我都懒得说你了，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你连自己的关卡都搞不清楚，你还我浪费多少年的时间？你个糟老头！你个无耻小辈！当今国主见到老夫都要尊称一声先生，你竟敢问老夫是什么东西？哼！还有你，自私自利，妄图独占幽冥赋。哎呦，龙主，你乃是妖族之尊呐，你应当为妖族的利益多加考虑，不能让一个玄门女子给拿捏了。哼，你这老头还挺自命清高的呀。不过这事儿，无论你如何不满，也轮不到你管。告辞。哎，这幽冥赋你看得懂吧？不就是一本书吗？瞧不起谁呢？谁还不识字啊？这写的什么东西啊？这文中的字，只有老夫能够翻译。哎呀，看来你们这个事儿还真就轮到老夫管了。还请先生赐教。要我说，你们一起得到了幽冥赋，就应该共同享有。行，共同享有。口说无凭啊！你到底想做什么呀？我要你们俩成亲。这老头是在玩我吗？这幽冥赋啊，必须2个人一起练。你们不成亲啊，老夫绝对不会翻译的。这就是取得幽冥赋的第1点。第1点，你还笑我第2点？出去说。不出去啊？你们在这里想跟老夫干耗着吗？老夫在里面可是几10年都过来了，我可不介意在此再蹉跎几年。老夫终于重见天日了。那是什么？幽冥赋。幽冥赋不是消失很久了吗？龙主和那个玄门人已经取得国主夫人的命宝了。是啊。公子，怎么了？幽冥赋被燕姑娘和龙主找到了。哦，那你赶紧替我跟他们说声恭喜，快去。好。你做什么？小慧，你放肆！你想对老夫做什么？我这么辛苦，就为了偷偷摸摸取个东西，你一出来便昭告天下，你小慧，将幽冥赋的继承人的名字昭告天下，那是第2点。图什么？青丘所有的人都要保护幽冥赋的继承人。还有这种说法啊？还有第3点呢。这以上2点都是国主夫人定下的规矩，必须遵循呐。偏偏这世上唯一懂的人，就是这迂腐顽固的老头子。村上很快就会知晓幽冥赋被取出，没时间在这耽搁了。我真的没有时间跟你继续耗下去了，你个臭老头！我今天非杀了你不可！不要这样！冷静，倒也不至于杀了他吧？那你就拧断老夫的脖子，自己去幽冥赋。你们不按规矩来，老夫宁死不吃。
你活着你也不翻译幽冥赋，那留着你做什么？干脆杀了你算了！不得无礼，不得无礼！别！你听我说，虽然我也很生气，但是你别上头，杀了他，对我们没有任何的好处。哼！行。你答应成亲了？既然你要讲规矩，那我就跟你讲规矩。这幽冥赋，既不属于你，也不属于我，是属于青丘的东西。那青丘的东西，我们就找一个青丘真正能做主的人来评一评，到底是听你的规矩，还是我的规矩？好，那就找真正懂规矩的人来，省得老夫在这儿与你浪费口舌。哎，这样才好，这样才好啊！若什么若？你别以为你们一起拿了幽冥赋，之前的事情就一笔勾销了啊！是一笔勾销了啊？你就这么原谅他了？差不多吧。天耀，听闻你好像已经找到幽冥赋了，对吧？机缘巧合罢了。青丘秘宝在现于世，还是被你找到了。对我们青丘来讲，实在是个双重的喜事。看来我们也得好好去庆祝一下。庆祝就算了，这书还没看懂呢。老头怎么还不来啊？那老头啊，说要上殿觐见，非要去换一件符合规矩的服装，迂腐至极。你们说的老头，他是？老臣言不惑，参见国主。啊！怎么是你呀？放肆！国主何在？国主何在啊？大国主闭关，如今青丘公子做主。公子？哼！青丘什么时候轮到了双生子的次子做主啊？荒唐！这是闹哪出啊？陈兰与先秦国主陈毅乃同卵而生，但青丘有个规定，青丘王族但凡诞下双生子，即要将次子剜去双目，永生囚禁。这是什么野蛮的规矩啊？野蛮！青丘自古就有训，双生子不祥，因国之混乱。留一命，以示仁慈。现今的国主陈毅顾念手足之情，破格放你出来，与你自由。可你竟鸠占鹊巢，坐上了青丘国的主，简直是荒谬！还不快滚出大殿！滚！你乱说什么呢？谁敢欺负我二叔？九尾狐，你是国主陈毅的小儿子吧？你是哪来的糟老头子？哎，你爹幼时识字都是老夫教的，连你的名字都是国主夫人请老夫取的。你在老夫面前竟如此的无礼，
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，上一边去。既然事已至此，劳烦请国主出关一叙。不，贸然打扰国主闭关，实在不妥。但也没有别的办法了。这老头又倔，辈分又高，还是打扰一下国主吧。哼，你这个双目一秒的不祥之人，你还不快给我滚出大殿！滚呐！说，你们两个成婚的事儿，国主说了也不算。这幽冥赋一事啊，乃老夫受国主夫人之托。国主夫人的规矩就是2个人一起练，那就必须2个人一起练，除非国主夫人说了，哎，不必，那我就随你们了。哎，我阿娘都死了几十年了，你这不是强人所难吗？一起练就一起练，但为什么非要成婚？你是玄门之人，必须成婚呐。国主夫人没说必须成婚。是啊，我不放心。你好，我们成亲。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成什么成？你不是恐婚吗？分人。你愿意吗？同意。哎，这就对了嘛。好。哎，你说这燕姑娘不是和白公子是一对吗？怎么这会儿听着像是要嫁给龙主了？哎，俗话说，只要锄头挥得好，没有墙角挖不倒。咱们龙主是什么人物啊？他拿的那可是金锄头，这一锄头下去，有哪个墙角能不倒啊？啊！恭喜龙主与叶回姑娘喜结连理。哎，白公子，莫要太伤心啊！你好好的门部首在这里瞎鬼扯干嘛呢？啊！你干什么去？你给我回来！你干嘛，白小生？没什么。你俩成亲就别叫我了啊！我是不会去的。让开，让开！温小燕，出来吧。你这么急找我们，还往戒指里面躲，怎么了？近日，这王宫里让我有一种感觉到恐惧的气息，我还是小心点为妙。你可有寻得桐树社的下落？嗯，昨日罗盘像是感应到了些什么，将我与竹离引到了大国主闭关的地方。我们在那里碰到了赵玉。去他的破礼法！糟老头就知道讲什么破规矩，真是！哎，你们怎么在这儿啊？你怎么找到我们的？这里哪片地不是我家的？我在我家散步有问题吗？你这是又吃了谁家的炮仗？哎，别提了。昨天你们俩走之后，那个糟老头子又跟我和二叔叨叨半天，要不是二叔拦着，我早把他胡子给拔了。哎，你说你们找这么个迂腐之人过来干嘛？真是添堵。哎，对啊，真是给自己添堵。哎，对了，我阿娘的屏风消失多年，你们在哪儿找到的？这儿。这儿。哦。哎，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？这树洞有法术，另有蹊跷。你早就知道？抱歉。你们入青丘，便是为了幽冥赋而来。是。
那日渡黑河，你救我，可是为了利用我？不是。如此，你还是我竹离的好朋友。哎，我阿娘的屏风还在里面吗？屏风消失了。消失了？嗯。昨日屏风不知为何突然开始闪烁，似乎快要消失了。我们冒险进入屏风，幸好在屏风消失前顺利取出了幽冥符。嗯。昨日何时啊？昨日我们进树洞时，应该是日落西山。日落西山，罗盘被赵玉掰碎的时候也是日落西山。这两者之间会不会存在某种联系啊？屏风是我阿娘之物，罗盘也是我阿娘之物。赵玉毁了罗盘之后，屏风开始消失，屏风下面藏着幽冥符，四舍五入，赵玉之前毁了幽冥符啊！对，幽冥符能克黑气，他肯定是害怕了。果然，他就是我要找的桐树师，我现在就去找他报仇去。哎，等等，此事有蹊跷，我们现在只是猜测，没有实质的证据。此时贸然行动，万一打草惊蛇怎么办？难道就让我这样坐以待毙吗？赵玉此人修为颇深，就算他真的是你的仇人，以你的修为，怕是见到他也难以接近他。那我怎么办啊？复仇，并非朝夕之事，若在此勤加修炼，待有朝一日，一击毙命。复仇的事情他有经验，得听他的。尊者还在等着你的幽冥符，你还有空来找我？你对那老狐狸做了什么？与你何干？那屏风秘境乃是靠那老狐狸的力量来支撑，你这个时候对他下手，不是摆明在坏我的事儿吗？幽冥符你已经拿到手，赶紧拿着书离开青丘。可笑！我什么时候走，轮得到你来指挥吗？他的瞳术竟然强大到可以控制我的影子。白小生，你确定要跟我动手吗？你这次坏我事儿，我就不跟你计较。胆敢有下一次，不管你的瞳术有多厉害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我们已经答应你成亲了，你也该履行诺言，开始翻译了吧。莫急，成亲要拜了堂才算数的。走，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没有高堂，直接夫妻对拜。拜呀！拜啊！好了，拜完了，开始翻译吧。成亲拜堂那是要有流程的。还有流程？什么破流程？什么流程？请先生吩咐，我们照做便是。青丘的婚事有6礼：相看、问议、下聘、喜着、请期、迎礼。来，请坐。啊，坐。这第1礼呢，就是相看。国主夫人的屏风都走过了，还看什么问什么？直接第3项，下聘，给我个铜板。好了，下一项，喜着是什么？青丘的规矩，男女双方必须泡足7天的冷泉，方可迎礼成亲。
什么？嘿，这冷泉呐，是集青丘地气之精华，能够洗掉身上的污垢。你看，你这朵小花就挺污浊的，嘿嘿，洗洗啊，对你是有好处的。不行，期限太长了。这7天是基本的时间了。不行，我等着幽冥父给我救命呢。等你翻译完，我还要练，练不练得成还不一定呢。你耽误的每一天都是我的生命。规矩就是规矩，不可不守。你这个老顽固，可别欺人太甚。照你这么耽误下去，还没成完亲呢，我就要归西了。反正横竖都是一死，不如一起死了算了。杨怀先生，国主夫人注写幽冥赋，乃是为了寻找继承人。如今好不容易找到继承人，本是可以继承夫人衣钵，而你却执着于毫不实用的规矩流程。若是耽误了夫人的遗志继承，敢问先生，若干年后，该以何颜面去见夫人？我们已经退让3分了，你自持最尊礼仪规矩，却不懂礼让3分的道理。唉，看在龙主的面上，就3日吧。好，就3日。明日我们就去泡冷泉，你现在就开始翻译幽冥赋。3日之后，我们一手成婚，一手交稿。泡冷泉，你们可不许偷懒，我会检查的。知道。公主啊，莫要乐。这成亲一事啊，自古以来下聘都是重礼，龙主莫要为了敷衍老夫，给定金子，草草的了事啊。我虽然看不见，但我还是闻得到整个宫殿都是金银的味道。天耀，你到底搬了多少过来？此前在玄门，我身无分文，如今过了黑河，找这些东西还算容易。你是修行1000年的玲珑，就算不爱钱财，但是还是有好多人为你去供奉。日积月累，还是积攒了许多。今日未曾搬完，是怕你的乾坤袋装不下。你要的乾坤袋，多谢。听这个动静，莫非你把整个龙骨都搬过来给燕姑娘了吗？饶你清静了。我倒是无妨，只是我在想，你用这些俗物当聘礼的话，对燕姑娘会不会不太尊重？她会喜欢的。你的声音听起来很开心，貌似虽然这个婚礼是严先生强迫的，但你心里面却是很满意的吧？我本是答应过他，取到幽冥赋，我便会离开。可是我如今留下来，虽违背了誓言，但我还是忍不住开心。你呀，根本就是舍不得他。舍不得，原来是这样。天耀，你就当成是重新跟燕姑娘再来一次的机会，好好去把握，不要再为他人去做嫁衣了。
我还以为我们直接在冷泉见面呢。按规矩，得我来迎接你。你这做戏还做全套呢。行了，走吧。等一下，严先生说，聘礼不得马虎，所以。不用了，我们做戏呢，你不用什么都听他的。这个小布袋你就自己收着吧。小心点。就这儿啊，一个吃。你坐那儿，我坐这儿，离我远点啊。好冷啊！好冷，这泉里的水怎么这么冷？好冷。或许待会儿就好了。果然好像动一动就不那么冷了。你的方向我看不清，发染尽离丝，掀起凉气。是风这一阵阵，暖暖的，划过你我眼帘，好暖和，多亏了有这块石头。落雁会消失，画着你的剪影，一遍又一遍，闻着你的侧脸，一幕又一幕，黄昏醉了相思。没想到泡着冷泉还挺舒服的，能让我内心平静下来。走吧。你怎么不走啊？我腿冻麻了。冻麻了？你们龙可真奇怪，还有冻麻了这种说法。那你快点啊！我先走了。赵玉砸了阿娘的罗盘，分明就是做贼心虚。朱莉啊，你的功夫是不是荒废了一段时间了？二叔，我说的是真的。赵玉不除，青丘就危险了。你可是青丘的世子，将来青丘的担子也都落在你身上。如果你还不再好好修炼的话，青丘可就危险了。二叔，你就派人去查一查这个赵玉吧。此人一定有问题，罗盘所指之处必有黑气邪物作祟。我看这个赵玉八成就是用黑气修炼邪术的童术师。够了，赵公他人虽然严厉一些，但他为了我们青丘可是劳心尽力，大家都是看在眼里。你现在在污蔑赵公他是童术师，未免太让人心寒了。朱莉，担青丘大任者，切不可以偏听偏行，感情用事。二叔，好了，别再瞎想。有时间的话，好好去修炼功夫才是。去吧。大晚上的，你在这儿干什么呀？大晚上的，你们去哪儿了？哎呀，说来话长。泡冷泉去了。冷泉？
1个池子。你这话怎么听起来奇奇怪怪的？1个池子，你们这是要假戏真做？哎，不是的，你别乱说，我都是被毛笔精逼的。明天还得去，你早点休息。哎，你倒是跟他解释一下呀。明天我就和你们一起去泡。怎么了？金秋也没规定不能3个人一起泡冷泉。你瞎凑什么热闹啊？我与宴会成亲，你凭什么来？你凭我喜欢他。吃醋了。醋了便忍着。忍不了，我就是看不惯你单独跟他在一起。看不惯你别看。他胡闹，你凑什么热闹？你可别忘了，你是立过字据的人，拿完幽冥赋就走，字据已经被毁了。哼，我说呢，怎么前几天白纸黑字的写着“江湖不复见，黄泉不相逢”，后几天突然就逼婚了呢？我看这件事完完全全就是你和毛笔精密谋的。哎呀，别吵了，字据是我烧的。你就这么想把他给留下来？不是的，我不知道还有后面的事。话说，你刚刚说你喜欢我，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怎么这么突然？是我表现的不够明显吗？还是单纯因为我没有陪你度过那个秘境，你才怪我？不是我，那是因为我曾经被至亲所抛弃，我没有办法改变我的过去啊！不要给自己找借口。你就先别说话了。这么说，你当初被之前那不也是一出好戏吗？真是可惜，我当初没有在现场亲眼看见。白小生，怎么了？来劲儿了？嗯？想动手是不是？来呀！抄家伙了，来，朝这儿来。要不就朝这儿来，这不是你最擅长的吗？啊？白小生，你下手也太重了吧！他现在有胡心凌了，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行了，今天晚上是他说话太过分，我替他跟你道歉。道什么歉？我哪句话说错了？闭嘴吧你！他现在有赤焰龙牙，专克黑气，你我都靠黑气活着，他要杀你，我拦不住的。我就知道你最向着我。好了，今天晚上就先这样吧，我扶你去休息吧。哎呀，疼死了！慢点。来，你都伤得这么重了，明日就别去泡冷泉了。不行，那只龙居心不良，就算是刀山火海，我也得跟你去。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那是怎么样？偌大的池子，我和他分开来做，然后我就入定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那冷泉好像还真的挺管用的。我进去之后，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平静。哎，你看我这黑花也合上了。白小生，你有在认真听我说话吗？听呢。好了，我先回去了，你小心点，别碰到伤口了。哎，先坐下。杨辉，你知道当初我娘亲是怎么抛下我的吗？怎么突然提起了这件事啊？你还长吗？我是真的很想跟你分享这故事，你愿意听吗？我听。我还记得，那是很晴朗的一天，他难得给我买了我最爱吃的苹果，说要带我去踏青。当时的我是真的很开心的，因为自从族人说了我不想之后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到外面去了。
他牵着我的手，到了一个很偏僻的树林，说要跟我玩捉迷藏。他说：“你站好，数到100，阿娘就来找你了。”我就在那里数，1到99，99又到1，不知道重复了多少遍。但是最后，他并没有出现。所以，在屏风里的第2章，你没有走完，是因为你害怕尽头没有人在等你。但是我错了，我应该要相信你的。不对，这件事情没有对错之分。我就是错了。你还记得迷雾森林里的黑影迷宫吗？便是幻王利用我内心的阴影所造的。当时的我以为，会像以前一样，谁都不会出现。但是当我正要数到100的时候，你却出现了。走。任无为，你找到我了。从那一刻起，我便对你动心了。明慧，谢谢你把我救出来了。我既喜欢你，就应该要相信你。对不起，我当时救你是为了活命，现在也是为了活命。你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感情，是没有结果的。不都跟你说了吗？因为是你，所以我愿意。你这个人平时挺聪明的，这件事上怎么这么倔啊？你好好冷静想一想吧。你是我黑暗世界中唯一的一道光。你逆着方向，我看不清。发染尽离丝，掀起凉气。指缝间一阵阵划过你我年轮，清风散离，落雁会消失。画着你的剪影，一遍又一遍，吻着你的侧脸，一幕又一幕。黄昏醉了相思，风拂过一声叹息，此生一瞬交集，只为遇见你。
年日4月，终难成全。青山绿水之间，华年春老，深情不变。聚散总容易，细数相识，烟雨无尽。飞花吹尽人间，春风还依旧。带着你的回忆，盛满了来路。回首几度不忘，寻找你曾经模样。执手相看经年，人间繁华依旧。此间有时，情难弃。